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在 Web3 世界里可以说是大家都用过，但却很少有人挂在嘴边的基础设施巨头 Chainlink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专案就像空气一样，你感觉不到，但它无所不在。它长期以来都不在市场的聚光灯下，不过最近看起来它好像准备要搞个大新闻了。所以啦，这个沉睡的巨人到底是什么原因，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醒过来？好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当个侦探，深入挖一下他背后到底在搞什么飞机，看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个本事，成为这波牛市的最大黑马。OK，在我们深入之前，先来个快速回顾。Chainlink 的代币就是 Link， 它的历史最高价差不多是在$50，记住这个数字哦。这不只是个过去的辉煌记录，它也给了我们一个参考点，一个想象到未来空间的基准。好，那要搞懂 Chainlink 到底在干嘛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，我们得先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就是区块链本身的一个大麻烦。你知道吗？区块链其实，算是一个很孤僻的系统，它自己是没办法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什么事的。比如说，现在台积电股价多少？台北今天下雨了吗？美金汇率是多少？这些资讯区块链通通不知道，所以它就需要一个翻译或是一座桥。这个东西就叫做预言机。他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外面世界的真实数据安全地、准确地告诉链上的智能合约。我举个例子，你马上就懂了。假设你想做一个超酷的台风保险，你在智能合约上写好规则，只要中央气象局宣布台风登陆，就自动赔钱给保护。听起来很棒，对吧？但问题来了，那个智能合约，它要怎么知道中央气象局说了什么？它又不会上网看新闻。这时候预言机就登场了，它就像一个超级可靠的信差，跑去跟气象局确认，然后回来跟智能合约报告，台风真的来了，然后砰，理赔就自动执行了。你看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那说了半天预言机 Chainlink 就是做这个的，而且它不只是做，它还是目前市场上最大、最被广泛使用的那个去中心化预言机网络。不过，如果你以为 Chainlink 就只是个喂数据的，那你就太小看它了。它的野心可远远不止这样。有人说了一个比喻，我觉得讲得超好。Chainlink 就像是 Web3 世界里的海底电缆，你平常上网根本不会想到它，但要是没有它，你连 Google 都打不开。对，它就是这样一个角色。你可能在玩各种 DeFi 的时候，完全没感觉到它的存在，但相信我，要是 Chainlink 哪天挂了，大概有一半的应用程式都要跟着瘫痪。不信，我们直接看数据。现在整个 DeFi 市场上，所有锁在里面的钱，也就是 TVL， 有超过60%，超过60% 的都是靠 Chainlink 提供的价格数据来保护的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你是在 Aave 上面借钱，还是在 GNX 上面玩合约，你看到的那个价格，现在以太币多少钱，比特币多少钱，那个数字10之89就是 Chainlink 喂给你的。OK， 那在过去几年，你知道的，市场比较冷清，大家都在躺平的时候，Chainlink 的团队在干嘛？他们可没闲着，他们反而把钱砸下去，埋头苦干，搞了一个叫做经济模型 2.0 的大升级计划，然后就默默地推出了一系列超重要的基础建设更新。就是这几个大更新，直接让 Chainlink 完成了华丽转身。它不再只是一个喂数据的公司，而是进化成了一个跨链的金融基础设施。简单来说，质押就是让大家可以把 Link 压进去，帮忙保护网络安全，顺便赚点利息，这让整个系统更稳固。再来是 CCIP， 这个超猛，它直接打通了各个区块链之间的墙，让资产和讯息可以自由地跑来跑去。最后是数据流，这个是专门给那种需要超快、超及时报价的高频交易用的，可以说是把服务等级又拉高了好几个档次。好，铺陈了这么久，基础建设都盖好了，感觉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那这个东风是什么？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。我们来看看
点燃Chainlink最近这波涨势的3个核弹级的催化剂到底是什么？第一个催化剂就是它全新的代币经济学，讲白了就是让 Link 这个币变得更有价值。他搞了一个叫战略储备金的东西，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股票市场的库藏股。Chainlink 这个协议，它会把赚到的手续费，不管收到的是美金还是什么币，全部拿到市场上去买回自己的 Link 代币，然后锁起来。你想想，这不就等于创造了一个源源不绝的买盘吗？然后还有一个更聪明的，叫做支付抽象化。现在那些大企业要用 Chainlink 的服务，不用再烦恼怎么买 Link 币了，他们直接付美金就好，系统会在背后自动帮他们把美金换成 Link 去支付。你看，这样是不是大大降低了他们使用的门槛？对他们来说方便多了。OK， 如果说第一个催化剂是帮 Link 的内功打底，那第二个就是直接给他找了一个超级大的练功场。这个市场有多大？根据摩根大通这些华尔街巨头的预估，是 1.2 兆美金起跳。没错，我说的就是现在最夯的话题 RWA， 也就是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。那问题来咯， RWA 这么大的赛道跟 Chainlink 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可大了，它根本就是 RWA 的军火商。第一，还记得刚刚讲的 CCIP 吗？它就是让那些被代币化的股票、房地产、债券可以在不同的区块链之间自由转移，畅行无阻。第二，它有个东西叫储备金证明，这个超重要。它就像一个24小时盯场的会计师，随时帮你检查链上那个代币化的资产背后是不是真的有1:1的实体资产在支撑，防止有人乱搞。最后，当然就是它的老本行数据馈送啦。这些代币化的资产总要有个公道的价格吧， Chainlink 就提供了最可靠、最及时的报价。第三个催化剂也是最实际的，就是它跟现实世界金融巨头的合作，一个个都落地了。你听一听这些名字，跟华尔街的后台老板 DTCC 合作，简化他们的结算流程；跟全世界银行都在用的 SWIFT 系统合作，测试新的跨境支付；还有跟 Coinbase 这种交易所巨头合作。更不用说还有一堆全球性的大银行，这些合作每一个都是重量级的。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， Chainlink 已经不再只是加密圈自己人在玩的东西了，它正在一步一步的走进传统金融的心脏地带。好，讲了这么多好的地方，我们也要冷静一下，聊聊风险。毕竟没有什么投资是稳赚不赔的嘛。Chainlink 也一样，它前面还是有一些挑战要面对的。我认为主要有3个潜在的逆风。第一就是竞争。没错， Chainlink 现在是老大，但后面追兵不少啊，有其他的预言机专案，甚至搞不好那些金融巨头看一看决定我们自己来做，这都是可能的威胁。第二是钱的问题，过去团队是靠卖币来筹钱开发的，但币总有卖完的一天，未来就要看他自己协议的收入能不能撑起这么大的野心跟开销。第三点，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，就是他的成长跟传统金融机构拥抱区块链的速度是绑在一起的。如果那些大银行、大公司动作慢吞吞，那对 Chainlink 的需求自然也就上不来。不过呢，就在我们讨论这些风险的时候，地平线上可能还有一个王炸级别的利多正在酝酿。没错，就是 ETF。现在美国已经有公司正式提交了 Link 现货 ETF 的申请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旦这个东西通过，会发生什么事？这等于是直接帮 Link 在华尔街开了一扇大门，让那些传统的巨大的资金可以像买股票一样方便的买进 Link。那个资金流入量可能会非常可观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你看，新的代币模型让 Link 本身更有价值， RWA 这个巨大的市场又给了它无限的想象空间，再加上跟传统金融巨头的合作，一个个都来真的。可以说，现在的 Chainlink 基本面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强。所以，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，你觉得 Link 有没有可能成为这轮牛市里那匹最令人惊喜、从沉睡中苏醒的大黑马呢？
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想市场很快就会告诉我们了，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